大家好，朋友们，我是双双。今天双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大家如实的回答。首先，咱们是一个养殖户吗？无论你是在养牛、养羊或者是养猪的前提下，这2年行情不稳定，你们家的圈舍里边还有牛羊吗？还有没有猪？这2年有没有赔钱？请大家说实话哟。从2020年8月，我们返乡回村里边创业，开始养牛。今天双双给大家算一下，我返乡4年，我一共在这片土地上我花了多少钱？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棚，是我和江南2020年10月份开始建设的。就当时好多东西，双双和江南我们2个都不懂，这个棚就盖得矮了，然后盖得窄了。现在就是采光可能也不太好，双双也踩了很多的坑，同时也跟大家去分享过，让大家不要去踩坑。当时这个棚，好多活都是我和江南还有二叔我们亲自去干的，一共花了6万块钱。接下来就是22年4月份，因为口罩的原因，然后我们在家里边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我和二叔还有江南还有爷爷，我们盖了这个，现在放母牛了，原来是放的料啊，放的草啊，然后还在这个拌料间里边杂过草呢，一共我们花了2万块钱。23年10月份，我又盖了这个大棚，这个要比原来的这个牛棚呢要先进一点，要宽要长。然后这个牛棚一共是能养88头牛，一共花了7万。我身后的这个拌料间，是因为我养了母牛，然后拌料啊或者是放机器没有地方，然后又盖了这个棚。这个棚一共花了15000块钱。最后双双家的一项投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草棚，因为我返乡创业这4年，每年都要去买草喂牛，每年的浪费呀，或者是被水泡啊，被大风吹走的，每年也浪费不少。我今年花了6000多块钱买的铁料，买的红砖，又盖了最后的这一个棚，最后一项投资了。接下来就是养牛的设备了。双双养牛第1年是二叔给我们做了一个小型的拌料机，二叔自己拿手传的。然后慢慢的我们用了不到1批牛，坏了，双双就买了这个，23000块钱。一开始买的柴油版的，因为双双家那会儿没有3相电，然后后来一点一点的安装了3相电，我又买了这个电机，把它安上了，又换了电机版的。现在它是主要的劳动力。在最开始双双家的杂草机磨面机都是2相电的，然后可能大家现在视频里都看不到了，因为都拿到二叔家，二叔养牛都给他们使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又买了这个撒料车，牛棚越来越先进，我们就想着说节省人力去花钱买了这个，花了10500块钱，然后又买了3相电的磨面机，这个磨面机就花了4000多块钱，但是磨面的效果特别好，速度也特别快。还有一个最主要的设备，我们家的铲车，这个铲车应该是在22年的10月份，22年的秋天里，我和江南还有二叔我们去买的，一共花了18000块钱。这个在我们家每一次的重大项目里，它都有卓越的表现，大家在视频里都能看得见，它真的是出了好多的力。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我们花钱的地方，比如说粪场花了1000多块钱，还不算人工。然后圈这个母牛散圈，我们买的铁管子，下的预埋件，包括我脚下站的这个路。养牛4年，每一年都在修路，每一年都在垫路。因为啥？因为双双没有米儿，如果有米儿，我直接打成混凝土地面，一次到位了。大家也帮我算一算，双双养牛这4年一共林总花了多少钱？我粗略统计了一下，大概25万左右。这其中不包括我和江南我们付出的人工、付出的心血。七七八八的我们也都不细说了。我们养牛第1年赚钱了，一头牛赚了2000多块钱，但是我养的少啊。刚开
开始养牛赚钱，我还觉得哎呀好兴奋呐，但是接下来就慢慢的让双双有点失望了。接下来的2批牛，去年的牛和今年的牛都已经赔了，也赔了20多万。然后接下来的第4批牛还有20多天就要卖牛了，还不知道能否是保本，还是说再继续赔钱的状态。想想有的时候双双也挺上火的，接下来我到底是该不该养牛了？未来的路还该不该继续走下去？前后跟我一起入手的同行们、朋友们，你们还在养牛吗？你们还在这个行业里坚持下去了吗？双双有点迷茫了。